印度神童阿南德在多次预言中都曾表示，从2022年1月到4月底会发生震惊全球的系统性灾害。虽然天灾每年都有，但历史上很少在同一个周期，全世界各式可怕天灾全部来一次，龙卷风、地震、火山、海啸等接连袭来，加上蔓延全球的世界病毒仍持续延烧，真的让人感到不安与彷徨。火山爆发之后又遇强烈地震，除了日前发生爆炸威力堪比1000个原子弹威力，并可能为地球带来无下之年的东加火山爆发之外，2022年1月22日凌晨，日本九州发生瑞士规模 6.6 地震，九州各地也纷纷传出灾情，地上惊现巨缝，连韩国都摇晃。地震发生后，就连韩国也感受到这个地震的威力。许多日本网友表示，睡到一半醒来，房子狂颤抖。这种规模的地震在九州很罕见。连韩国也感受到地震威力。专家表示，这次地震为长周期地震，周期较长，震动较大。地震当下如果没有扶住东西，根本很难站稳步伐。韩国媒体报道，这次日本地震，连釜山、蔚山和庆南都感受到震动。许多民众表示感觉房子在震动，建筑物出现摇晃。让人担心的是，这次地震的震央就位于南海的海沟最南端，也让日本气象厅开始警戒，就怕发生规模9以上的超强地震，为日本带来毁灭性灾害。日本开始警戒强震引起大海啸。日本政府预估，如果南海的海沟发生地震，可能夺走20到30万人的性命。现在日本气象厅也警告，1周内恐怕有最大震度5级的余震，不可大意。69年前，千岛海沟在北海道曾发生规模 8.2 地震，这类引发311东日本大地震大海啸的巨大地震，平均300到400年发生一次。现在距离上次已经约400年，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担心，引起大海啸的强震恐到危急关头。预言准确与否其实不重要，阿南德的预言准确与否其实一点也不重要。我们只需要知道，这几年地球非常不平静，世界多灾多难。比起一昧的博士预言或视其为危言耸听，很多人更愿意相信，预言是为了救世而生。提出预警是为了让人们居安思危。阿南德从2019年开始预言时就不断反复提示，他提出这些预测只是基于占星师之责，外界信或不信都无所谓。他提出预警只是希望帮助更多人做好准备，对可能降临的灾难能有一些事先预防，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有机会降低生命财产的损失，如此而已。人类还无法准确预测地震，就像台湾、日本等地发生强震，就开始有日本地震学家提出警告，未来可能会发生规模9以上的超级地震。然而目前人类还没有能力用科学方法预测地震，那我们是否能说，这些地震学家的言论是危言耸听？日前就连日本气象厅也开始警戒，生怕专家的预测成真，给日本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换个角度想，这些预测跟预言有其相似之处，都是基于提醒人们事先对大灾难做好预警，居安思危。没有人希望大灾难发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存在于地球，不论此刻正在观看影片的你身在何方，都希望能保重自己，健康且平安。让我们一起衷心期盼所有灾难预言都不要发生。阿南德对全球疫情的预测。随着新冠病毒新变异株 Omicron 大流行，
阿南德也直言，未来几个月，人们生活将大受影响，甚至会令封城行动重演。他强调，新一波疫情浪潮会影响全世界，并点名美国、欧洲将成重灾区。但他也出言缓颊，指出 Omicron 的出现是疫情结束的开始，只不过需要等到2023年5月才会完结。新变种病毒为何可怕？南非科学家称，最新变种是病毒的演化大跃进。Omicron 变种有异常多的50项突变，包含棘蛋白的30多种变异。冠状病毒借棘蛋白附着人类细胞。当前的各种新冠疫苗也是锁定病毒的棘蛋白。一些专家称，最新变异毒株是迄今为止最糟糕的变异毒株。最令人担忧的一个险恶之处是，它似乎与原始新冠病毒差别很大，而这意味着针对已知病毒和变异株研制的疫苗药物的效果可能受影响。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棘蛋白突变尤令人担忧，因为无论痊愈后或是接种疫苗所产生的抗体，抵抗病毒时主要是识别和锁定棘蛋白。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病毒学家做过扫描试验后觉得 Omicron 的其中3项突变恐让它能躲过痊愈或打疫苗产生的抗体。科学家们担心，这恐意味 Omicron 更易传播，更能躲过人体的免疫系统，并拉低疫苗效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但阿南德也提醒，疫情虽然严峻，但疫苗并非万灵丹，建议大家从大自然中得到更多的防护力，也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呼吸新鲜空气，多晒太阳，别重度使用3C 产品，要适时释放压力才能对抗疾病。传播善意及幸福来减少天灾。除了疫情外，近日天灾也不断发生，包括美国遭受强烈的龙卷风导致众多伤亡，印尼发生规模7以上强震等。阿南德认为这是上天给的警告，只要人们对动物有同情心，开始传播善意，爱及幸福，拥抱及爱护大自然，一切就能有所改善。历史正一步步重演，未来这段时间，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有所改变，他以去年开始的防疫限制为例，指出政府祭出的封城等封锁手段造成恐慌，经济也陷入困顿。如今在 Omicron 的肆虐之下，历史也正一步步重演。从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全球经济将有巨大冲击，且世界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恢复。除此之外，地球上的一切，包括物质与人类的精神世界也有所影响。预言变异株蔓延与疫情在爆发。关于疫情发展，阿南德也曾多次预言，英国、以色列、美国与日本会再爆发疫情。没想到疫苗覆盖率高的以色列、美国、日本等国都因变异株蔓延而再度爆发疫情。由于 Omicron 变异病毒的传播力实在太强，美国疫情在耶诞与跨年假期后大幅升温，单日确诊飙破100万人。据统计，美国确诊数超过6000万，短短不到30天内新增1000万人。如果以美国人口数约 3.3 亿估算，迄今为止已经超过 18% 的人口被感染。而以色列接种第4剂开打，确诊仍上升。以色列总理表示，目前这波新冠疫情可能造成以色列多达40%人口感染。预估这一波迅速扩散的疫情，在以色列940万人口中可能造成400万人染疫。而日本疫情也再起，出现单日超过8000人确诊。报道指出，驻冲绳美军是造成 Omicron 变种病毒在当地扩大的主因。世界要小心负能量的攻击。虽然阿南德预言英国、以色列、美国与日本等国家疫情蔓延都接连成真，
但阿南德的预言却很少提及他所在的国家印度。然而实际上印度疫情也持续延烧，单日通报确诊个案15万例，创下近日最高峰。报道指出，印度过去几个月来，由于疫苗政策见效，数月以来疫情趋缓。没想到2021年12月出现 Omicron 确诊病例后，疫情再度出现逆转。而印度神童在2022年最新预言中警告 Omicron 是现在重要课题。星象正处于8星连珠的卡拉萨帕瑜伽的负面征兆之中，世界要小心负能量的攻击。没想到新年才刚开始， Omicron 入侵台湾，西安封城，日本、印度、美国确诊人数急速攀升，世界各国相继爆发新疫情，与阿南德预言似乎不谋而合。而阿南德特别提到2022年3月与4月将会再有气候方面的戏剧性发展，警告世人绝对不能大意。然而预言之事真的可能100%精准吗？重要的关键时机点，阿南德在2021年的预言已多次成真，他也多次在预言中提到会出现传染力极强的变种病毒，恐怕还会造成第2波甚至第3波的疫情，全球短时间内无法回归正常生活，一定要保持警惕。阿南德提到了印度星盘格局会出现在2021年12月的第2周，另外提到2022年4月，由于火星与土星相合，有可能再有危险的事情发生，其中美国是影响最大的国家，全球经济可能会有激烈冲击。全世界将会大重整。从占星学的观点来看，过去发生的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2002年 SARS 都曾出现目前的凶星现象，因此2021年底到2022年4月这段时间，金融方面的状况并不乐观。如果再加上供应链缺料等问题，将导致世界经济雪上加霜。这个现象要到2022年5月之后，状况才会比较明朗。而世界会在2023年4月发生大重整，全球经济再度重整并大幅成长。阿南德指出，新冠疫情会持续正常的时间来自于在摩羯座发生的土星与木星合相，所以未来20年是400年来最动荡的20年，在这段时间人类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印度神童接好消息，阿南德表示，新冠病毒对人类来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伤口，而人类已习惯采取高强度的非自然方法，有可能使病毒更加恶化，因此新冠病毒就像伤口一样，都需要时间来愈合，让一切慢慢好转。阿南德表示，2022年4月有可能再有危险的事情发生，2023年5月经济会重整，大家的生活可以回到正轨。虽然可能还有变动，但整体而言疫情已逐渐趋于稳定，交易市场可再次启动，因此经济开始会有复苏的趋势。阿南德对未来的建议，阿南德列出解决方法，包括从家中的厨房做起，爱护自然，友爱动物。阿南德表示，我们需要用传统的方式提高免疫力，要放下手边的电子设备，接触阳光与新鲜空气，不要因为害怕新冠病毒而逃离大自然，降低杀生，爱护动物，爱护大自然，注重身心灵的提升，让每个人能从全球性的大瘟疫中获得人生的新启发。近期印度神童对疫情的预言已经为人所熟知，其预言内容有许多地方值得人们警醒和深思。我们不应夸大灾难，应该相信科学的分析，但观念上的警醒与深思确实有其必要。为极端天气做好准备，而阿南德先前就曾提到，极端天气将于今年冬季冲击全球，
情况同样会日渐加剧，带来持续低温及大雨。截至2022年5月之前，还会伴随饥荒及洪灾等天灾，千万不可轻忽。最后，阿南德还是再三强调，他的预言并非散布恐惧，而是身为占星师有责任警示人们为接下来的灾祸做好准备。他与大家一起衷心期盼这波影响全世界的疫情能尽快平息。历经500年来最大月食，同时阿南德也说，目前正经历580年以来最大月食，并同时有卡拉萨尔帕瑜伽罕见天象，且因为天王星、海王星及冥王星都还在坐标内，这些行星将影响地球长达6个月的时间。另外，全球气候变迁也要注意，特别是洪水泛滥问题。瑞士6以上强震，先前日本、台湾、印尼、伊朗、尼加拉瓜接连发生瑞士规模6以上强震，接连发生几起规模6以上地震，与印度神童阿南德预言灾难的时间点接近，引起全球关注，也让人们联想到阿南德的预言疑似再度成真。阿南德认为人类在2022年会经历不同灾难，并预言2022年3月至4月会有一场系统性灾难会震惊所有人。想要避免灾祸发生，就减少伤害动物，因为杀生越多，灾害将会越多。世界上杀生越多的国家，恐遭遇到严重地震。提醒已开发国家可能会因为自己残酷的行径而会受到大自然的剧烈反扑。变种病毒再度出现，阿南德预言称，木星进入摩羯座，加上不明物体撞击木星表面，这时期会发生许多变化，而这些危机在2021年12月10日之后将进一步升级，尤其疫情在12月后会有更大规模扩散，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也要小心。而截至目前，多个国家开始出现 Omicron 确诊病例，全球更有28个国家或地区已遭 Omicron 变异株入侵。停止破坏大自然，因为适逢月亮年，全球降雨增加，在许多国家导致严重灾情。除了印度南部大水外，大陆河南也因暴雨成灾，欧洲7个国家也爆发洪灾，造成许多人畜丧命。有关灾情要会到木星离开土星与摩羯座，进入水瓶座后才会结束。因此他呼吁人类应团结起来，保持正能量，以及停止破坏大自然，善待地球上的每个生命。阿南德对全球经济的预测。新冠肺炎不断出现变种病毒，其中多个病毒传染力极强，除了令多国疫情扩敌的 Delta 病毒，另一波的 Omicron 病毒亦有兴起之势，专家预测将成主流病毒株，半年内攻陷全球。令人忧虑疫情不知何时结束。阿南德多次准确预测多国疫情，没想到在近日发布的预言中，不仅预测全球的经济会大幅震荡，更指出股市未来可能会全面崩盘。双星合相不祥预兆，已多次预言成真的印度神童阿南德，在近期发布的影片中预告，30年前曾发生过的火星、土星双星合相将再现，且因木星逆行，有天文摄影家拍到木星被天体撞击，是一个不好的意象。继各国陆续出现新一波疫情之后，更长久的冲击就是全球经济动荡，股市泡沫化恐有扩大趋势。建议投资人千万不可轻忽，将风险压到最低，因此已有人解读恐是股市崩盘时间点。阿南德表示，1992年也曾发生过火星、土星合相，而当时正值日本股灾及台股崩盘，因此2022年将再度重演的双星合相被认为是不祥的预兆，人类可能又将面临一波巨变，又会再次冲击到全球经济。而阿南德也提到加密货币，表明此种新金融技术价格可能破底，
更严重，甚至会发生金融泡沫化。股市崩盘噩梦恐重演。另一方面，市场忧虑中国政府加强产业监管影响经济板块大势，全球股市及经济状况动荡加剧，股市出现大幅波动。无独有偶，美国知名经济学者日前也警告，今年秋季大多数股票将暴跌高达 80%，2022 年将是股市最糟糕的一年，投资人将面临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崩盘。全球经济2023年复苏，至于疫情延烧至今，好日子什么时候才会来？阿南德预估，全球要到2022年下旬才能恢复平静，且在2023年4月23日后，木星离开水瓶座，全球经济才会开始稳定成长。阿南德曾预言，木星逆行恐对世界不利，结果各国在8月纷纷发生严峻情况，例如希腊、土耳其野火、海地 7.2 强震、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问题、Omicron 变种变毒等，让许多人开始相信他预言的真实性。冲击房地产投资，阿南德表示，月偏食发生时月亮落在金牛座位置，由于金牛座是与土地相关的星座，房地产表现将受到冲击，最近可能会有短期震荡加剧。不过阿南德指出，这并非坏现象，反而是重新思考与投资的时机。若房地产企业能够尝试多角度经营，或重新整顿投资布局，定会有成功收获，至少可安然度过今次难关。若还是依照传统思维处理，或会受到庞大影响。国际关系与洪水爆发，阿南德预计全球地缘政治在未来几个月将有状况，包括中国与印度紧张关系升级，而2022年3月到4月会出现大量地缘政治冲突，美国与中国关系也会受到影响。除了冲击房地产及地缘政治关系，阿南德指出，在2022年4月前，许多国家都可能出现豪雨，甚至造成洪水爆发，需要小心注意。阿南德最后提醒月亮星座是金牛或天蝎的人，在近期必须谨慎小心，建议透过祈祷或冥想，扭转不吉利变成心灵发展的机会。阿南德点出一个关键期，就是2021年的12月到2022年的4月，这是一段极度重要的时期。印度星盘指出，会对天气带来剧烈影响，不止天气，世界各国的经济也就受到大震荡，要特别注意。阿南德对未来的预测与总结。印度神童阿南德先前多次在影片中反复提到，从2021年12月第2周开始，以美国为主的欧洲各国，包括以色列等高疫苗接种率国家，将开启新一波疫情浪潮。言犹在耳，在2022年1月之际，美国单日确诊从先前58万例的历史记录，再度因为 Omicron 跨年狂欢后大爆发等因素，暴增2倍，突破104万例。过去1周以来，美国平均每100人中就有1人确诊。但这就代表阿南德预言神准吗？与其说他的预言神准，不如以更科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些天体观测的研究。或许比起将这些预言视为神秘、传说、迷信等看法来得更为贴切。阿南德自己多次强调，他会继续努力证明占星术的正确与科学性。天体观测与洞察世界局势。阿南德是一名从小就非常热衷占星术的少年，他并不像世界几位知名预言家一样，声称是透过神灵或特异功能来预知未来的所谓先知。阿南德本人也多次强调，他只是单纯把自己对星象的研究分享给世人。至于疫情，除了星象观测，也包含了他个人对世界局势的观察、对应与预判。就像古代知名人物
如诸葛亮、司马懿等天才军事家，也都有夜观星象，借此预测个人际遇、国家局势的能力跟知识。这些天体观察对古人来说仅是一门专业技能，而非神话或传说。只是到了现代，随着科技、网络的进步与生活的紧凑、压力等，人们花在思考的时间越来越少，所以这些被古人视为常识的天文星象观测，到了现代社会就变成了一种预言、神秘之事等。预言家是地球上最神秘职业之一，地球上最神秘的职业莫过于预言家。或许有人会认为预言家就是只会招摇撞骗的神棍、假先知等。然而放眼人类历史，全世界几十亿人之中，也仅仅出现过几位说得出名号的预言家。例如被视为世界上最顶级的预言家之一，出生于1503年的法国籍预言家诺查丹马斯。他在1555年留下知名的预言集《百事集》，并经常与圣经密码等出名的预言作品并列。他的厉害之处在于他预言了500年后发生的灾难，并逐一应验。诺查丹马斯的预言到底是巧合还是真实的？他的预言很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后人刻意解读。但就跟人类无法获知宇宙中一切真相一样，世间的事物本就信则有，不信则无。我们能不能从所谓的预言中获得一点警惕或启发，告诉自己居安思危，秉持善念，做人做事问心无愧，这才是最重要的。毕竟明天太阳依然升起，我们的日子照过，至于预言之事，永远仅供参考。双星合相象征着盛极而衰。看过之前影片的朋友一定知道，阿南德多次提到双星合相代表着短期危险和长期的受益，这点他在2022年1月的影片也再次强调。阿南德提到，疫情和 Omicron 是现在最重要的议题。Omicron 第一次发现是来自南非2021年11月24日的报告，而2021年11月21日正好是木星进入水瓶座的时期。双星合相代表疫情大浪潮再度来袭，甚至已经影响了世界上多数国家，包括接种疫苗率极高的国家，也不可能避免这些风险。然而无论是否接种过疫苗，我们都要懂盛极而衰这个道理，大疫情也不例外。阿南德多次说过， Omicron 的出现某些角度也代表着疫情将逐渐结束，疫情的致命性正在随着 Omicron 逐渐消失。我们每一天确实看到确诊数上升，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 Omicron 带来的死亡率已明显降低，这是大自然所释放的友好气象。不过阿南德也强调，不能高兴得太早。虽然说疫情终于要逐渐结束，但是短期内依然有很多危险，人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黎明前的黑暗，要时刻守护自己。在接下来的疫情浪潮里，全世界依然无法有大幅度的发展，人们也很难立即恢复正常生活。接下来几个月将会非常难熬，但是坚持下去，2022年5月后，这些病毒将逐步成为新形态和人类共存。而疫情对大自然、经济等层面带来的严重威胁，也会在2022年5月逐渐降低。然而在2022年3月与4月，可能会有震撼世界的严重自然灾害事件发生。目前疫情的威胁依然存在，所以人们依然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之中。这段时间，阿南德呼吁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与家人，努力将疫情的风险降到最低。席卷全球的世纪病毒威胁总会逐步消失，经济也会缓慢复苏。但这不代表病毒变异株的结束，只是对人类威胁没这么大。即便世界人口100%接种疫苗，也不会阻止新变异株的产生，但是它会像流感一样，人类不再害怕它带来的威胁与影响。阿南德并多次在他的影片中建议全世界的人们尊敬大自然，国际间能和睦相处，能有更多人秉持善念，去爱护身边的大自然，
动物以及我们的家人朋友。最后，阿南德认为，未来的20年将会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20年。在经历疫情的艰难后，人类一定会看到更光明的日子。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喜欢这则影片，记得按下订阅，并随手帮我们点个赞。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让我们的生活更精彩充实。